你抓到的鱼有多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还是这么大？没有照片当证据，你就没法证明你抓了一条大鱼。自人类捕鱼以来，一直都是如此。事实上，几百年前，早在照片可捕捉瞬间前，日本渔民就发明了一套自己的方法，来记录值得炫耀的战利品。他们把这种技术叫鱼拓。鱼拓是把鱼拓印下来的古老艺术，发源自日本，用来记录特殊的渔获，起源比相机还早。gill 的意思是鱼，而 taco 的意思是拓印。关于鱼拓的由来，有好几种不同说法，但基本上起源于100多年前，来记录抓到的鱼种及大小。渔民会带着纸、墨汁和毛笔一同出海，来讲述海上的伟大冒险故事。因为日本人崇敬某些鱼类，渔民先会将鱼拓印起来，再把它们放走。要制作拓印，渔民会先给鱼涂上无毒的墨汁，然后拓印在宣纸上，这样就可以把鱼放回去，或是洗干净，再拿去市场卖。像这张早期的鱼拓只是用来记录，并没有额外的细节。一直到19世纪中期，渔民才开始在拓印上画出眼睛的细节及其他附加装饰。有位著名的贵族伯爵酒井是狂热的捕鱼爱好者，有一次他捕到了一条大鱼，他想保存这只又大又红的海鲷鱼的记录，因此他委托一位渔民帮他拓印。之后许多渔民就会带着他们的鱼拓来找酒井伯爵，如果伯爵喜欢他们的作品，就会雇佣他们来帮忙制作鱼拓。江户时期，宫殿里挂着许多鱼拓，之后鱼拓就不流行了，开始被淡忘。今天，鱼拓再度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，而且据说鱼拓会为捕鱼者带来好运。但这种艺术形式和昔日有很大的不同。许多现代艺术家在尝试错误中学习。艺术家在开始拓印前，要先把鱼准备好。首先，艺术家把鱼放在一个凹陷的平面，接着艺术家把鱼鳍展开，用大头针固定在板子上风干，接着他们用水清洗鱼。要拓印时有2种不同的方法。间接法，先将潮湿的布或纸张用浆糊贴在鱼上，接着艺术家会用拓包 tempo 或者包了丝绸的棉球沾墨到布料或纸张上拓印。这个方法需要较高的技巧，也要非常小心的将纸张和鱼分离，这样纸才不会破掉。而用直接法，艺术家直接将鱼上墨，然后轻轻地将潮湿的布或纸张压在鱼身上。有了这2种方法，没有2张鱼拓会一模一样，但是都能生动地展现鱼的形象。最后一步，艺术家会盖印 drop， 就是印章，然后为作品签名，接着就可以拿着说那条鱼就是那么大。想要继续学习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敬请继续关注，永葆探索热情。